各位好，让我们继续瓜子泡茶听 iPhone 第6季的隐私。我是 Spike，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健康数据。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话题，但是对于比较注重健康应用的人来说啊，注意我的用词啊，我说的是注重健康应用。不管是你下载一个 App 来关注健康，还是你购买一些健康类的硬件产品，比如说 Apple Watch， 这些呢是我狭隘的定义是比较重视健康的用户，但并不是说，你没有这些产品，没有用这些方式，就是不重视健康啊，这是两回事。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重视健康这一类的用户？原因是因为只有你通过你的手机，通过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来去跟自己的健康进行结合的时候，你才会和我们今天要聊的有关于健康数据的隐私保护有相关性。那如果你像很多这个上点年纪的，他用这个电子产品不太灵光的，那人家也很注重健康的啊，也很注重养生的，比如说什么喝热水啊，什么这种，对吧？那这个不在咱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列啊，但是人家也我没有说人家不注重健康啊，这个咱要先讲清楚啊。那如果你是拥有一些健康类的产品啊，希望通过这些科技类的健康产品来去让自己的健康越来越好啊，因为我们这里说的可能大白话讲，大部分是预防吧啊，因为你不太会因为有了 Apple Watch 就能够拿它来去治病看病，这个我觉得还早呢。我估计咱们这辈子不一定能看得见的。那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大健康也好啊，个性化医疗也好呀，其实大部分都是在预防啊这个大的范畴当中的。那只有预防好了，预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我预防好了就让你不生病嘛。那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因素是，如果你平时比较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那它生成的一些数据，当你生病的时候，把这些日常的数据提交给医生的时候，会非常有利于并且有助于医生去帮你做判断，或者是帮你治病的。其实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慢性病啊的，或者是一些这个可能遗传性的疾病等等啊，就越是这样的疾病，就是我们知道难治的啊，并不是什么急性的感冒发烧、扁桃体发炎，就像我30多岁之前那个样子啊，那种除外。越是这种慢性的难治的，其实越能够体现出这种大健康时代、精准医疗时代、个性化医疗时代的优势，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管理嘛。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为什么我说所有的 Apple 产品当中 Apple Watch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这个原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是唯一一个跟我的身体贴的最近的。当然还有 AirPods 啊，但是你会当然岔开一下，你会发现最近的 AirPods Pro 在9月份的发布会更新之后，也在往 Apple Watch 的方面走。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赞同的，因为所有的可穿戴的科技产品，我觉得如果你跟这种大健康，人的身体的健康数据结合在一起的话，都是一个，我觉得功德无量的事情啊，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发现，大部分你们家里的老人，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爷爷奶奶，不管是还在世的还是已经离世的，是不是都或多或少的有那么几位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就是比如说这种慢性病、高血压、高血糖三高，自己都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想吃药，也有一些自己固有的观念啊，就是这种情况。那其实这种大健康时代的到来，就会更好的帮助我们去缓解因这样的问题而造成的一些原本可以挽回的损失。当然这个也要你的思路先开发，
你的思路先转换过来啊，这个才可以。这个也就是我做健康节目的原因之一。那我也在这里非常推荐各位，如果你没有看过我讲第3季的健康 App 那一期，请你一定回去看一看啊，讲健康 App 那一期。前提是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跟健康相关啊，如果我记得起来的话，我会在这边放一个链接给大家。记不起来的话，您自己在我频道里搜一下啊，搜健康2个字应该能够找得到。我的封面的辨识度还是蛮高的。那大健康说到本质，就是通过一些电子产品来收集人们的身体数据。回到刚才我们聊到，我要拿 Apple Watch 举个例子啊。Apple Watch 为什么比较喜欢它？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它会持续不断的，因为它是可穿戴的产品，你只要带着它，它就会持续不断的去搜集你的身体数据，比如说你的心率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血氧啊，比如说你锻炼的时候的一些距离啊、消耗的卡路里啊等等等等。特别是关于心率，我觉得 Apple Watch 是把人类的心率这个健康指标啊，它的功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有很多的对于突发性疾病、心脏疾病的这个提前预警，都是因为 Apple Watch 在持续的测量你的心率，并且记录你的心率之后，才能够判断出来，并且给你提前的一个预警的。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挺希望给大家放几个 Apple 的官方的这个广告片啊。我觉得每次看这些片子，我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但是由于 YouTube 严格的版权保护，这个我也是赞成的啊，就是它不允许我在这个里面插这些东西，那所以很遗憾我就没有办法看。看吧，如果你们在这期视频下面看到了我贴上了一些链接，你可以去点一下，但是我不能保证我能够找到这些片子啊，如果找到了也可能大多是英文的，并且没有中文字幕的，希望各位理解。但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 Apple Watch 这样的产品，它是真真正正的拯救了那么多人的生命。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来源于对自己身体的数据的搜集，健康数据的搜集。那我们说对于隐私的保护这些通过科技产品对自己健康数据的搜集，你搜集到的这些你身体上的健康数据，这无疑是属于隐私的范畴，而且这样的隐私可以当仁不让的说，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你不仅仅是用这个科技产品去获得的身体数据，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每天量血压这件事情，你说我 Apple Watch 现在还不支持量血压，然后我也没有去买这个蓝牙血压计，我一直推荐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去购买一个蓝牙血压计，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手动记录了嘛。那如果我也没有蓝牙血压计，那怎么办？通常医生会让你去拿个表格手动记录，很多医院都提供这样的表格。但你也可以每次量完血压之后，把它的数值在你 iPhone 的健康 App 当中手动的找到血压，然后点加号填进去。几乎所有也不能说所有就是大概90%以上的健康 App 里面的你的身体数据都是可以通过点加号手动往里加的。就算没有任何智能设备的辅助，仅仅是这么一个功能，我觉得健康 App 就值回票价了。因为你很少能找到一个 App 能够这么完整的去统计一个人的身体运行所需要的这些健康类的数据，并且有一个分析的功能给到你，这已经是非常厉害了。所以我们在讲隐私之前，健康隐私之前，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什么是健康隐私，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健康数据，以及当我拥有了这些健康数据之后，我该如何的保护这些健康数据。好，那现在你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些健康数据了，特别是有 Apple Watch 的一些用户，那健康数据是毋庸置疑的，每天刷往你手机里面去进。那接下来我们分享说科技的商业时代，或者说商业的科技时代，这种只知道为用户着想，通过为用户带来好的服务来去赚钱的企业，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是乘着时代的浪潮然后
更多的希望能够攫取用户的隐私，特别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攫取用户的隐私，来进行转售啊，从而来获得巨额的利益的。那你想想看，相比于你的浏览记录啦、你的购买记录啦、你的使用偏好啦、你的位置啊，那么你的健康数据是不是也是整个通过广告赚钱的这个互联网经济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你能想象，假如说你的步数、你的心率、你的血压啊，你每天摄入的这些能量，以及你运动时候消耗的卡路里，这些数据全部都免费的拱手奉献给一家不是那么有良知的商业公司，这家公司正好是希望利用这些数据来进行牟利的，那么你将会多么的被动，你将会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商品，而更惨的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观众啊，就是早期的视频下面就有观众留言问我说，我很担心我的这个健康数据，然后国内有很多的健康 app 都是要访问我的这个健康数据，就是我很担心隐私的泄露这方面。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就正式的聊这个话题。那首先，我觉得不光在国内，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你对于身体健康数据的搜集，能够交给 Apple 公司，是相对来说，起码我个人能够找到的最放心的一家公司和一个渠道了。那目前为止啊，那我不确定 Apple 换了 CEO 之后会不会变，这个天知道。但是目前为止是这样子的。那么再往后，是不是你在 iPhone 的平台上就全是能够放心的使用了呢？当然不是了，因为 iPhone 说白了，它也只是提供给你一个平台，谁敢说我在自己的 iPhone 上不装任何的第三方 App 的？那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我拿出了整个第3季来去讲 iPhone 的内置 App 的原因。其实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你想把 iPhone 的这个优势更多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特别是保护隐私这一方面，那你尽可能多的去使用 iPhone 内置 App 去替代第三方 App 是当仁不让的。那举个例子，现在中国大陆的用户大部分你们导航地图都在用什么？那如果你真的是觉得我非常的注重我的隐私的话，你就是要用 iPhone 内置的地图 App。那就算它不好用，那你也可以，那我觉得你也值得去坐下来去考虑一下，那些所谓好用的那些功能，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没有了好用这些功能，我是不是就不行？起码我在国内，起码我离开中国的前3年的时间里面，我都只用 iPhone 的地图 App 去导航和查找路线，除了打车，这个没办法，因为它不支持啊。这个是岔开一个话题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保护我的健康数据？我的健康 App 里面有非常多的数据了，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去保护？那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识别你要下载的第三方 App。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智能的体重秤啊，我买了一个智能的血压计，甚至我买了一个智能的跳绳啊，或者是我只是下载了一个帮助我减肥减脂，或者说我只是在利用某一个跑步 App 或者是健身 App 去帮助我去锻炼。这些App 都是要请求你的健康数据的。还好它是要请求，它不能直接获取你的健康数据，否则的话 iPhone 也没有办法保护你这些数据了。这就是为什么 iPhone 有一个健康 App 有一个 HealthKit 的原因。任何的第三方甚至第一方的软件，但凡要请求你的健康数据，一定要通过 HealthKit 的允许才可以。那这是最大限度上的保护大家的健康隐私，这就是封闭系统所带来的好处嘛。这个 App 本身是没有办法直接访问你的健康数据的，这一点请大家放心，这个是底层逻辑，没办法改变的，也没办法破解，也没有后门。那接下来其实就面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用户要自己去判断2件事情。第一个，这家公司你是否信任？比如说我们说体重秤，现在就是有很多就是雨后春笋般啊，特别是中国大陆境内，对吧？就是你没听说过的牌子都生产非常非常便宜的体重秤，很简单易用，就是有些是充电，有些放了一个电池，你只要往上一站，
然后它就会通过蓝牙自动的同步到你的健康 app 当中，你今天的体重是多少，甚至连什么体脂啊、什么率啊、什么全都帮你非常完整的，什么身体年龄等等，是吧？身体水分、肌肉含量等等，一下子全都灌到你的健康 app 当中了。那你要首先判断的是，你是否相信这家公司。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家生产体重秤的公司，它的价值观怎么样？它是不是致力于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你这是敏感行业呀，在这个互联网发生的时代。但是很多时候，你让用户做这个片段也有点，又做这个判断有点强人所难了。对吧？为什么？太累了，这生活成本已经很高了啊！我还要再去查一查这个公司是哪儿来的，这个实在是太累了。我自己也做不到这个样子。那你起码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大的品牌，即便是在中国，这个也是我觉得目前来讲也算是一个好的方法吧。选择一些比较大的品牌，或者是你知根知底儿的一些品牌。这个比如说这个小公司的创始人，你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或者等等等等，这个是第一道坎儿。你放不放心把你的数据交给他？那第二道坎儿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真真正正能把握的了，就是当你安装了这个公司的健康 app 以后，那你体重秤或者是血压计，不管是什么，它肯定有一个自己的 app， 它才能够跟这个HealthKit 跟健康 app 去进行对接嘛。那你安装了这个 app 之后，你注册完账户，哎呀，说到注册账户，我又想到我刚录制完的那2期节目，你试试看吧，能不能不告诉他你的电话号码就允许你注册账户啊？如果说他允许你仅仅用邮箱就能注册账户，我觉得这个公司就挺良心的了哈。这种情况你就可以使用你的隐藏这个邮件地址的功能，当然你是要 iCloud 加的付费用户才可以拥有啊。好，这又扯开一个话题，再拉回来。那这种时候你注册好了一个账户之后，你就要去看这款 app 它要申请哪些健康数据了。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判断了。一种方法是你在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的时候，他会问你，而这个问呢，就不仅仅是一个是跟否的按钮了。这种健康数据的获取，它会直接给你跳出一个满屏显示的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中分上下2部分，一部分是这款 app 它想要读取你的哪些健康数据，而另一部分是这款 app 它需要写入哪些健康数据。这2个是分开的，而每一个读取跟写入的这个条目，你都可以单独的进行开和关。你可以在这个 app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这个访问界面出现的时候，就一次性的先把它设置好。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假如说你就是觉得便宜啊，去买了一个体重秤，而这个体重秤的生产厂商你是从来都没听说过的，说不定过2年就倒闭了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办法的，你可以不允许这款 app 去读取你任何的健康数据，但是你可以允许它写入你的体重数据，你可以允许它写入你的健康数据。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只写。可能明年或者后年，我的系列节目扩展到讲 Mac 电脑的时候，讲到这个文件的访问权限，我们会更专业一点的，更深入一点的，跟大家探讨这种电脑当中的权限问题。什么叫只读？什么叫只写？什么叫既可读又可写啊？就这种。但我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哈，什么叫只写？就是我只允许你这个体重秤去往我的健康 app 当中去填我现在的体重是多少，但是如果你想得知我过往填的体重是多少，那我不允许。这个就是我个人来讲比较推荐的了。那接下来我也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设置啊，因为我的样机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啊，但是大家可以上模向上就是假装看一下吧。在这个设置里面，同样还是打开隐私与安全性，然后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健康在这儿是吧？那我点开这个健康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当然我这个里面是没有的啊，我抬高一点，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就有2大分类，一个叫 app， 在这儿 app， 一个叫调研。是吧？调研我们先不谈，因为在之后我们专门有一讲会跟大家去聊这个调研啊，也就是说 Research Kit 会专门聊这个研究，聊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先说这个 app，
如果你是主力机型，并且你安装了一些健康类的 App， 那这里面一定是有内容的啊。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一个的想要访问你的健康数据的 App 的列表，并且每一个 App 你点进去之后，你都可以随时的去更改你想让它读取什么，以及你想让它写入什么。那我觉得控制好这个，大概率上你的健康数据保存在 iPhone 当中还是安全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些 App 的访问跟设置去判断一下这家生产这家这个产品的公司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秤的 App， 然后它除了要写入和读取你的体重以外，他还想读取你的，可能他还会读取你的身高，可能他还会读取你的营养摄入，可能他还要读取你的睡眠。这个听起来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毕竟有一些 App 它做的比较综合，它可以通过你的营养摄入以及你的身高体重的变化，甚至你每日步数的增加跟减少，来去在 App 当中设置一个功能，就是提醒你说，哎，你最近需要更多的锻炼了啊，或者是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功能，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要相信这个 App， 你想用到它的这些功能，你可以去把所有的它请求的权限全都打开。但是如果你对它的信任不是那么的高，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你可以去就用内置的健康 App 本身去管理你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就还蛮够用的，起码对我来讲是蛮够用的。当然如果对于一些医疗专业的 App 那个是另一回事啊，但最起码在国内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医疗专业的 App 是可以既让人相信又被推荐的，因为本身我觉得三甲医院的这种顾客隐私的管理怎么样，我觉得就蛮令人堪忧的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关于健康 App 的就是健康数据的一些保护我们想要聊的东西。那当然还有一个小尾巴，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那我们就顺便也看一下，在健康的隐私设置当中有一个叫做耳机音量的设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其实我是打算在讲 Apple Watch 跟健康的那个话题当中去聊的，但是也怕忘嘛，就既然已经看到了，就先聊到什么叫耳机音量。就是如果你用耳机去听一些东西，我们的 iPhone 是可以自动的帮你去判断你的音量放的是否合适的，也就是说你的音量是不是过大了，而且过大的音量因为会损伤你的听力，而听力一旦损伤它是没有办法复原的，你只能保证它不再下降，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最好的保护听力的方式其实只有预防，没有别的办法了，目前为止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如果你经常戴耳机的话，这个耳机音量它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作用，会帮助你判断你的耳机音量在不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它每周还会给你一个耳机音量报告，你能够看到你上一周的耳机音量是不是在一个安全的水平。当然要想做一个良好的判断，你最好使用 Apple 自家的耳机，因为不同品牌的耳机它对音量输出的判断可能会有误差，我想这个大家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每一个耳机厂商它怎么校调音量，这个也是商业秘密，它也不会告诉你，那我也没有办法得知所有的耳机啊，所以其实 Apple 全家桶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益的方面。那么在耳机音量的这个隐私里面，它能够有什么选项呢？其实就有大家现在看到8天删除或者直到我删除。那什么叫8天删除？因为如果默认你选择直到我删除， iPhone 会比如说我用的全是 Apple 的耳机，那这种情况下你每次用耳机的音量级别是怎么样的，它都会记录在你的健康 App 当中，永远不删除。因为你可以做这个历史的判断，你可以做将来你可以做大数据的分析，将来如果真的是出现有点听力下降的情况的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嘛。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个完全是 Apple 自己对自己开刀啊，就自己阉割自己啊。就是如果我的用户不想让我知道这个那么多的这个耳机的音量数据，但是呢他又想使用耳机音量提醒这个功能，那好，我也给你选择，你可以选择8天，我只保留最近8天的耳机音量数据，超过8天的全删掉。所以这个又还原到我为什么说 iPhone 能够做到让用户去掌控自己的隐私，这个不是一句
空话，它每一个设置你都会看到它是落在实处的。那以上就是我对健康数据的隐私管理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分享。那之后的隐私类的节目也就跟这个有点类似，我们通过两方面去考虑，如何去保护自己的方方面面的隐私，这个是一方面。那我相信这方面是相对简单的，因为 iPhone 当中的设置就这么多，可能也就是一个开关之类的。但更多的，我希望跟大家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去聊和去探讨的是，哪些是你的隐私，以及这方面的隐私它是如何体现的，也就是说这些隐私开关背后的一些东西。那希望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想对我表示一些支持的话呢，我也希望你可以利用 YouTube 自己平台的功能，超级感谢，也就是国内俗称的打赏，或者是加入我们频道会员的方式。那当然，最好的支持我始终都不会忘记，就是各位收看我本期节目，收看我往期节目，收看我频道当中的节目，这个就是对我最大最大的支持了。在此感谢各位的观看关注，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拜拜。